刚刚从美国旅游回来，回到湖北武汉，不吹也不黑，说几句肺腑之言。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呢，武汉呢有一个叫美国叫办签证的地方嘛，这个新华路啊，应该在那个银行那里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有很多人想出国旅游嘛，我有幸呢就顺利办成功了签证，然后就去了美国。在美国呢所见所闻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美国呢是老牌的发达国家，但是呢跟武汉对比啊，除了那边有纽约稍微繁华点，你看这边是武汉的黄鹤楼号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在武汉的长江大桥这里，桥底下有一艘万吨货轮经过，场面是非常的震撼和壮观。美国给我的印象就是那种高大上，但去了之后我发现了，说实话真的还不如我们国内。就拿武汉来说吧，很多高楼大厦密密麻麻的，在美国那边就像一个农村一样的，除了纽约和洛杉矶啊，还有他们那些大城市以外，像硅谷那边发展的比较好，其他地方呢，因为他们城市建设早就完成了城市建设，所以很多房子都是比较破啊、比较旧的。很多人都说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，说实话，国外的月亮也只有在8月15的时候，每个月15号的时候比较圆，8月15是最圆的。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羡慕去美国生活？说实话，在美国的消费真的很贵，干啥都要给服务费，吃饭买奶茶，哪怕是你自己拿个杯子去那里接咖啡，都要给服务费。这哪里有服务嘛，还要给服务费，甚至还有给的消费税，就是你买单的时候呢，其中还包含了税费。真的，美国的税收特别的贵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呢还有人在这边背诗词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小朋友好厉害啊！对面呢是武汉的龟山电视塔，这呢是武汉的长江大桥。说实话，美国呢公园都是私有化的，不是那种公开的，除了美国的黄石公园，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园，哪像咱们国内啊，退休之后啊，在公园里面敲锣打鼓跳广场舞没有任何问题。哪里像这么多景区，武汉这个位置景区啊也是免费的，但在美国那边各种景区都收费的。说实话，美国那边人呐都守着自己1亩3分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啊，都有自己的私有土地。就比如说像眼前这一块绿的草啊，在美国那边呢，如果你在家门前面把它打扫干净，很有可能会受到邻居的投诉，到时候可能直接从你卡里划钱，不管你是信用卡还是储蓄卡都会划钱，不需要你输密码，不需要经过你同意，因为啊你没有把你的土地管好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美国私有制的土地。说什么什么医疗什么之类的福利待遇好，我告诉你，在美国那边呢，穷人是不敢生病的，叫一个救护车上千美元起步，动不动是7、8千，一般人呢就不敢叫救护车。而且说什么免费的医疗啊，全民医疗都是你要交保险才可以，那保险是很贵的，一般人根本交不起。你看现在属于长江的涨水季节，就前面那一排排的高楼大厦，说实话比美国真的要强太多了。美国那边说实话就感觉很多房子啊跟农村一样的，都是那种平民房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卖的特别贵，一栋房子都是按美金来算的，动不动7、80万美金，折合人民币就是几百万。普通人那边根本买不起房子，而且如果你过去的话，想在那边打工工作的话，前1年、2年甚至3年你都根本找不到工作的。一个是语言方面，一个是文化方面，第三个呢，说实话那边的一个阶层意识很强，即使学历再高，到那边呢狗屁都不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能力，美国那边很看重个人能力的。